一般的人坐牢没什么，你看我跟死刑犯关在一起，你刚刚跟这个人混熟了，就拉去毙了；跟这个人混熟了也拉去毙了，他就这么折磨你，你知道吗？大家好，我是瑞，欢迎打开 M2 档案。2019年11月9日，从新加坡飞往北京的航班上有个身份特殊的乘客，他身背红色通缉令，外逃3年，是被中国公安部猎狐行动追逃的对象。这趟呢是被新加坡警察押送回中国受审的。这次兴师动众被遣送回国，他又等了3年才开庭，又被宣判无罪释放，还获得了59万的国家赔偿。从出逃到通缉、遣返、无罪释放，这么drama的剧情似乎是给此人量身定做的。而他在生意场上纵横捭阖几十年，好像就活在一部山海沉浮的电视剧里。还请大家搬好小板凳，动动小手，点点赞。今儿咱们就来认识一下这位以红通要饭身份出场的中国企业家，前湖北省首富蓝士力。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这句有点地图炮的老话现在听起来更像是对湖北人精明果敢的褒奖。蓝士力呢，就是湖北人的一个典型，思维活跃，敢闯敢干。中国有个92派的提法，说的是1992年大批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受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影响，纷纷下海创业，形成了一大批中流砥柱般的企业家。蓝士力的创业早于92派，他从1991年开始，先后涉猎餐饮、旅游、房地产、民航等领域，集湖北闯王、中国民营航空第一人等名号于一身。但他的辉煌之路也伴随着破产潜逃与数次入狱而跌宕起伏。草根出身的蓝士力开局就是一张白纸1966年，他出生于湖北武汉的一户普通家庭，父亲是当地供销社的一名售货员。蓝士力呢是家中最小的儿子，上面有几个哥哥姐姐。孩子多，家里穷，屋子里年久失修，漏风漏雨。被贫困笼罩的蓝士力深知，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就是好好读书。5岁就要跟着姐姐一起上学，学校老师不让在家人的恳求下，他总算得到了一个旁听的名额。可惜在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普通家庭想让几个孩子都有书念，实在是太难了。1980年初中毕业后呢，蓝士力接了父亲的班，也成为了一名售货员。但他并没有放弃继续学习，终于在6年后通过成人高考，经由湖北省计划干部管理学院，在第2年就转入了武汉大学经济学院。据说蓝士力在武大读书的时候，经常往女生宿舍跑，不过不是去约会的，而是跑去回收里头的牙膏皮拿去卖钱。武大毕业后呢，蓝士力成为了湖北省委的一名公务员，之后被选派到海南省经济合作厅。可是这个对很多人来说求之不得的铁饭碗，蓝士力并没有捧到老，因为他有着更大的野心。上世纪90年代初呢，改革开放的浪潮里，下海经商的势头正猛。蓝士力考学和工作的经历让他积累了些人脉，也开阔了眼界。1991年，在朋友给自己举办的生日聚会上，他和朋友们从诗词歌赋谈到人生哲学，当晚就失眠了。想到事业和未来，这个心怀大志的年轻人感到躁动而迷茫。思前想后蓝士力立即决定辞职创业，公司起名为东兴，意思是东方之星。睡不着的蓝士力呢，还熬夜干出了一篇关于创建东兴公司的几点设想和可行性计划。因为怕自己临阵退缩直接就写了辞职报告，天一亮就跑到单位给领导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他给自己立下了一个远大的目标，不仅要创业，还要把公司开到世界各地，让东兴的旗帜飘扬在世界上各个角落。就这样，在蓝士力25岁的时候，他将自己的生日变成了东兴的生日，从此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可现实是骨感的，刚刚创业的蓝士力兜比脸还干净呢，全部身家只有270块钱和一辆长征牌自行车。他去珞珈山饭店租下了一个小卖部的门面，从家里头搬来了书桌和沙发，白天用沙发接待客户，晚上就直接睡在上面。武汉的夏天是奇热无比电风扇吹过来的都是热风，客户进来坐个3分钟就不行了，蓝士力只好把人家又带到饭店大堂去谈事儿。为了省钱呢，他一天3顿热干面，骑自行车过长江大桥跑业务，来回60-70公里，把节能减排干到了腿抽筋儿。
兰士利成立的第一家公司啊，叫做东兴电子有限公司。他找来了10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大多是武大和华中理工计算机方面的高材生。这第一批职员算是凑齐了。其实我们91年当初就是这么一个地方，10几平方米。当时我们创办这个电脑公司的时候，其实一台电脑几千块钱我们也拿不出来，是找别的公司赊借过来，在这里放在这个地方做展示。然后就是因为这台展示的电脑，开始了我们的生意的开端。从卖第一台电脑开始了，我们从91年一直到93年，这2年的时间，我们就在这么一个小的地方卖了几千部电脑，当时也挣了几千万。随后啊，他又把目光瞄向了打印机。那个时候的市场呢，是被中日合资的四通公司所垄断的，流行的还是打字机，比如这个四通2401这个型号啊，上面一块很小的长条的电子屏，只能显示区几行字，下面是键盘，现敲现打印，非常不方便。兰士利他们想出了 PC 加打印机的组合，研发了东兴286打印机，遥遥领先市面上的同类产品啊。可是这产品虽然好用，但市场打不开，只有熟人买了一套他们的产品，这咋办呢？兰士利就想起了经济学中这么一句话，说人无我有，人有我优。当时呢，四通家大业大，卖机器都卖不过来，根本没有精力分散在售后和服务上面。兰士利看准了这一点啊，给人提供技术培训和售后服务，承诺如果东兴的机器难用，可以全款退回，没有套路，诚意满满。通过之前买机器的那个熟人引荐，东兴一下子接了10几万的大订单，在四通的全面垄断下，硬是开辟出了一条生路，赚得了关键的第一桶金。紧接着呀，他干了一件让所有武汉人瞠目结舌的事儿，也为此呢得了个傻子老板的外号。这是怎么回事呢？东兴的业务是越做越大，人情世故啊也多了起来。兰士利经常要请客吃饭，但是他就发现啊，这是个让人头疼的事儿。因为当时武汉啊好饭店很少，条件和服务都不咋地，而且那会儿呢要先排队买票，买完票又得去排队取菜取饭，来来回回折腾几次，吃饭的心情都没了。加上这个饭店的环境也比较落后，大夏天的也没个空调，几个大吊扇，对武汉夏天的火炉攻击是完全无力招架。1992年，兰士利去了趟香港，被新世界酒店的餐厅镇住了。他就突发奇想，要在武汉开一家高档餐厅，顾客可以坐着点菜。现在看来，这么一个小小的愿望，没想到啊，当时公司上下没一个人支持他。主要就是因为你一个搞电脑的，开什么酒楼啊？连秘书都不愿意把公章交给他去租房，最后还是兰士利抢过来盖的章。放着好好的高科技业务不做，反而一头扎进餐饮行业，这傻子老板的称呼啊，就这么扣到了兰士利头上。然而租场地只是第一步，招厨师也费了老大劲儿啊。兰士利几次跑到广东、深圳、香港去找人，可是人家那儿的厨师要么嫌武汉的夏天太热，冬天太冷，要么担心武汉人有点爱打架、爱骂人。兰士利就心想，我们武汉就是这么个形象吗？厨师呢又给出了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那就是武汉人也听不懂广东话呀，没法沟通，怎么干活呢？不好意思啦。快被气晕了的兰士利啊，最后是不得不广发英雄帖，总算是用高薪从广州请来了厨师团队，还开出每月150元的优厚待遇，聘请服务员。这个工资在当时的武汉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于是呢，服务员当中也不乏专科生、本科生，甚至还有年轻女警、商业学院的毕业生前来应聘。于是啊，当时的报纸还出了个不当警察当服务员，北京大学生放弃国家干部当服务员的报道。这无形中啊，其实给餐厅预热了一波。大家都好奇啊，什么样的高档餐厅能让大学生心甘情愿地跑去当服务员呢？1992年，兰士利的豪华酒楼东宫正式营业了。金色琉璃瓦、大红宫廷柱、汉白玉栏杆、旗袍服务员，各种豪横劲爆的元素叠在一起，让东宫声名远扬，当月便斩获了100万营收。兰士利趁热打铁，第2年又在汉口开了一家豪华的西餐厅，叫西宫。一时间啊，武昌东宫、汉口西宫，娱乐美食尽在其中的顺口溜传遍了整个武汉。东西宫的成功让东兴从单一的电子公司发展为500多人、数千万资产的大企业。1993年10月，东兴集团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可这人多了呀，事儿也就多了。
麻烦也就随之而来。东宫啊有个副总，之前在银行工作的时候呢，就因为违规被辞退了。蓝士利找他谈过话，他拍着胸脯表示一定能改。蓝士利就想着再给人家一次机会。结果这副总呢，扭头就在蓝士利出国的时候，带着狐朋狗友来餐厅胡吃海喝，还把公司一批人带到外面吃喝嫖赌。回国后的蓝士利忍无可忍，让他滚蛋。副总表示要滚可以，遣散费先安排一下。啥？还想要遣散费？你是千年鞋底做的脸皮吗？没门！眼见额钱未遂啊，这副总就勾结蓝士利的秘书，给他捏造了个10大罪名，直接让他被武汉市公安局逮捕了。虽然查来查去也没查出啥问题，但蓝士利却被实实在在的监禁了27天。除了人事上出的幺蛾子，公司的业务上也遇到了挑战。1995年的市场风云变幻，一直顺风顺水的东兴遇到了大难题，餐饮和计算机2大业务都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咱们先说餐饮啊，95年呢，国家下猛药整治公款吃喝，即使是上级领导也只能在内部食堂4菜1汤的招待。那年春晚，本山大叔在这个牛大叔提干这个小品里就讽刺了这个社会问题。那个年代能去高档饭馆消费的几乎都是公款，老百姓1个月工资几十块根本消费不起。在政策的影响下，这东宫西宫的营收就大幅下降，甚至连正常的运营都难以为继了。而计算机那边呢，也是在同一时期，国家就发现深圳电脑行业走私严重，就开始严打，结果就造成了中国电脑的价格呢一天一变，一会儿涨一会儿跌，跟 A 股一样刺激。而且短短几年内，计算机行业发展迅猛，曾经的红山科技街只有几家电脑公司，现在就变成了几百家。以前的一台电脑有上千块的利润，现在就只剩几十块了。东兴的2大主业几乎在同一时期瘫痪。过完春节，蓝士利召集集团主管人员开会，刚见到大家，眼泪就往下流。他感到很委屈啊，为什么经过3年多的积累，东兴还是一下子就被摧毁了呢？离宜昌不远有个凤鸣山，朋友都说这里求签很灵，蓝士利跟大家就一块儿去求签。第一次呢，他抽了个下签，上面写着犹如盘龙困鸟窝，他心里是1万只草泥马奔腾而过。朋友说没事，再抽一只。这次啊，竟然抽到了上签，上写拨开乌云见太阳。蓝士利就拿着这2支签找道士解，道士说他被困在原来的地方，必须走出去才能如鱼得水。这次抽签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蓝士利后来的商业线路。此后每当东兴陷入困境，蓝士利都会进军一个新的行业，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他对此深信不疑，多做几家公司，万一倒了一家，还有其他的可以去支撑嘛。宜昌这趟算是没白去，不仅求得了上签，深受启发，蓝士利呢还发现了新的商机。当时三峡工程刚刚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公司把宜昌的酒店挤满了，旅游业的发展也吸引了国内外诸多游客。但是宜昌的娱乐设施却一直没起来，一到晚上黑灯瞎火的，毫无夜生活。于是蓝士利就租下了当地的桃花岭饭店，开了歌舞厅和桑拿中心，成立了宜昌伊斯顿娱乐有限公司。敏锐的嗅觉让伊斯顿与东西宫一样，一开张就异常火爆，一天竟然能有几万元的营业额。伊斯顿的成功也让蓝士利信心倍增，随后他向宜昌的房地产和酒店业大举进军，还涉足了武汉的烂尾楼项目，最终把它建成了沙湖花园别墅小区。这个小区建成以后呢，来看房的人是络绎不绝，但是就是没人买。蓝士利就装作是客户，每天混到看房的人群中，摸清了他们的心理活动。他发现来看别墅的一般都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他们发了财，人很牛，就变得很难沟通。另一方面呢，这些人其实也拿不定主意，带着全家老小来看了好几次。蓝士利就决定亲自去抓重点客户，凭着3寸不烂之舌，一下子就签下10多个客户。1998年，沙湖花园别墅小区由烂尾变俏销，还被评为了中国策划案金奖。蓝士利兴冲冲地跑到人民大会堂领奖去了。创立伊斯顿，改造桃花岭，投资房地产，进军三峡，这3个项目全部告捷，蓝士利昂首归来。东兴还收购了武汉农业科技大厦的烂尾楼，修建一番后更名为东兴大厦。
除了房地产眼光超前的兰士利逐步开始做媒体代理、大型活动方案策划，业务越来越广泛。他从公交车候车亭上嗅到了商机，就去跟武汉市政府申请，由东兴投资建设公交候车亭。建成后这广告归东兴来负责，结果大获成功，赚得盆满钵满。与此同时东兴的旅行社做得也不错，代卖飞机票、火车票、代订酒店，简直就是早期的携程啊。正是有了这一步一步的积累，让兰士利终于能够在不久后一鸣惊人，从地方富豪飞升为全国知名企业家。让他真正一飞冲天的是大家都比较耳熟的东兴航空。2004年，长期被国有资本垄断的民航业向民营资本开放了。航空这一块呢，能和旅游、酒店形成一个产业链。在旅游业做得顺风顺水的兰士利认为这是一个绝佳时机。东兴的一位员工回忆说，2004年公司送旅游团队去韩国的时候呢，客人到了机场，但飞机的飞行计划还没出来。兰士利当时就说，要是有自己的飞机就好了。东兴航空的飞机是哪儿来的？据兰士利回忆说尽管当时呢他筹到了8个亿，但还是没办法买到合适的飞机组成航空公司的规模。直到2005年5月，通用电气公司的负责人来到中国，开会的过程中他就问兰士利想要多少架飞机。当时呢，兰士利感觉到对方很赶时间，态度也不耐烦，还以为反正谈不成了，于是就脱口而出20架。对方问他，你确定吗？他回答 No problem。 其实兰总的英语也不是非常好，不知道 no problem 呢就是达成合作的意思。最后等于是对方拿出了120个亿给兰士利买飞机，把买的飞机卖给租赁公司，然后再返租回来。东兴航空这么一开张，兰士利就整了个机票99元的促销活动，声称能让中国的老百姓都坐得起飞机。凭借着远低于同行的定价策略，东兴航空的上座率一度达到 80%。2005年，兰士利的身价达到了20亿元，跻身福布斯中国富豪榜。2006年，以24亿的身价位列湖北首富。后来在狱中兰士利写下自传《东兴18年》里头说道，自我有飞机的那一天起，一切发生了变化。瞬间，我获得了与各国元首、名流和领袖平等交往的机会，仿佛一下子冲上了九霄云霓，站在天庭俯视这个世界。东兴航空是真实惠，堪比麦当劳穷鬼套餐，还搞出过买机票赠港澳游、999港澳双飞5日游等促销。然而没想到的是，由于定价太便宜了，引得8大航空联手围剿封杀，来势汹汹，宛如8大门派围攻光明顶。这8大航空呢，让东兴无法查询和销售他们的机票，还秘密召开会议，联合制定了4条禁令，通过对下游的掌控力夹击东兴。包括各代理点不准销售东兴机票，不允许东兴航空和他们联乘，旅行社不许帮东兴订票，景区驻汉办事处不得帮东兴订票等等。曾经大家还天真的以为民营航空是鲶鱼，能激发被垄断已久的航空市场。那后来咱们也知道了，这鲶鱼一下水就被大鲨鱼吃掉了。上海春秋航空、天津奥凯航空在市场上都遭遇过类似的联合封杀。那除了被封杀，过快的扩张速度也给东兴埋下了巨大的隐患。因为航空而腾飞的东兴，最终也因航空而坠落。2008年，经济危机悄然而至，中国航空业整体出现大幅亏损，东兴遭遇了油价上涨和需求锐减的挤压，本来就紧绷的资金链即将断裂。兰士利在其他地方赚钱的速度已经远远赶不上航空烧钱的速度了。这地产、旅游、航空这几个大摊子，非但没能实现相互书写，反而互为掣肘。曾经桀骜高调的兰士利，这时候才发现他的窟窿已经无法弥补了。当时东兴集团名下呢有2块主要的资产，一块是东盛房产，一块就是东兴航空。为了保住东兴航空，兰士利只能抵押东盛地产，与荣众公司先后签署了借款合同、托管合同和股权转让，最终导致东盛地产易手。荣众的董事长谢小青评价兰士利是个坏人、骗子，因为荣众给兰士利借了7500万，说好是给相关的地产项目的，结果这钱是借出去了，楼却迟迟不见复工。后来才知道，航空才是兰士利的亲儿子，他把钱都挪到那儿去了。兰士利没能在规定的时间还款，根据之前的合同，他要将东盛房产全部股权转让给荣众，
那这个时候，荣仲又发现东盛地产的股权并非全在他的掌握之中，有的被质押，有的已经被法院冻结了。那事已至此，当地政府就希望东兴航空由央企的中航集团接盘重组。没想到啊，中航给东兴打了5000万之后呢，蓝士力就玩起了失踪。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啊，当时蓝士力为了筹钱，早已经把东兴航空的股权抵押的七七八八了，可是外面还是欠了一屁股债。2009年3月14日，民航中南局根据武汉市政府的一纸公函，就勒令东兴航空停飞了。2009年3月27日，武汉市政府决定将东兴航空依法破产清算。截止那时东兴航空欠款总额约为5亿元，其母公司东兴集团旗下其他业务欠款总额约为6亿元。信用崩塌的蓝士力立刻被传唤、监视居住、逮捕和判刑。我那时候奇怪，我说为什么我身边人都拿去毙了呢？你不知道吧？要毙的人就会放到你身边。要讲这个过程更恐怖，我进去看守所第一天，就是第2天就要拿人枪毙，就很多人放鞭炮。我怎么觉得深更半夜怎么有人放鞭炮呢？因为家属知道他第2天要枪毙，那么就会是在这边放鞭炮。那时候你就深夜的鞭炮一直响到第2天，因为有时一枪毙是10几个啊。哇，那个听着那个鞭炮声就是那种毛骨悚然的，特别是你看到一个人在你身边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明天就要上路了，有时候甚至比自己拿去毙了都难受。2010年4月9日呢，武汉市中院判决蓝士力因逃避追缴欠税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然而蓝士力在监狱里头一直为自己这个官司和东兴航空破产案鸣冤叫屈。在他的版本中事情其实是这样的：2009年呢，航油价格已经降低了一半，房地产也全面复苏了，东兴的困境明明已经挺过了，这个时候要中航收购他东兴，他怎么可能答应呢？没想到拒绝之后就被抓了。2011年9月，蓝士力实名举报时任武汉市常务副市长袁善辣涉嫌挪用公款、索贿、包养情人等6个问题，更加强调说东兴集团之所以破产正是袁遇害南平后动用权力和黑社会打击报复所致。袁呢事后接受采访的时候谈到了这个中航收购东兴的事儿，说当时蓝士力向市政府提出条件，比如将武汉龟山脚下闲马长街交给东兴开发等等。这让袁意识到蓝士力可能是要敲诈政府这自然不能答应。被拒绝的当晚呢，蓝士力单方面发表声明拒绝和中航合作。当年12月，湖北省纪委宣布经调查，蓝士力的举报不实。那虽然举报问题被澄清了，但是袁善辣随后便辞去了所有的党政职务，没到退休年纪就从副市长的职务上裸退了。而当他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之时呢，是2022年的3月16日，湖北省纪委监委网站公告，袁善辣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调查。9月7日，调查结果显示，袁善辣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廉洁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开除党籍，收缴违纪违法所得，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在东兴航空破产之后尽管东兴的员工、债权人以及意向投资方极力争取对公司进行重整，但最终没能改变东兴航空被破产清算的命运。名噪一时的东兴航空就这么落幕了，蓝士力的飞天梦想仅仅持续了3年，就从高空重重地坠落到了地面。2013年8月，蓝士力服刑3年9个月后出狱。在狱中呢，他写下了7本书，有《东兴18年》、《东兴航空》、《我的人生不是梦》等等。后来他感慨万千地说：“人生就是这样，此一时彼一时，回想起来很有意思。”曾经我2008年去探望牟其中，没几年我也进去了，去的还是同一个监狱。出狱后蓝士力把大多数时间都用在陪伴家人、拜访朋友上。那年国庆节过后呢，蓝士力突然开始在微博上蹦跶，大家认为这是他重出江湖的讯号。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呢，他依旧是快人快语，采访他的稿件连标题都劲爆十足湖北前首富，老板再大，处长都能搞死你。有了上次惨痛的经历这次再创业，蓝士力干脆不在国内玩了，跑到泰国收购暹罗航空。因为之前有过合作，所以暹罗航空负债宣布破产的时候呢，找到了蓝士力来挽救危局。蓝士力依旧采用旅游加航空的熟悉套路，打造出低价品质港泰7日游，不要8999，不要6999，只要1999。家人们，这在当时已经是地板价了。
于是呢，很快暹罗航空便成为了中泰航线的霸主。2014年，蓝士力又在上海中欧商学院的 CEO 班认识了新疆龙头乳业麦聚儿的李氏三兄弟。当时他已经买下了泰国的暹罗航空，准备再拿下泰国东航。与李氏三兄弟搭上线之后呢，就决定共同收购泰国东航。蓝士力本来以为能光复航天梦，没想到又一次败走麦城，这是怎么回事呢？就在蓝士力和李氏兄弟履行合同期间出现了匪夷所思的剧情。2016年3月3日，蓝士力准备坐飞机去泰国，在广州白云机场出境的时候被拦下来了。边检告诉他是广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不准他出境。蓝士力联系了经侦支队，被告知要过去一趟，他就坐着出租车从机场到了经侦支队，结果当天就被送进了看守所。原来李氏兄弟向广州警方报案，称蓝士力合同诈骗，自己给蓝士力打款了3.43个亿，用于购买泰国东航的股份，但蓝士力却把买到的股份以及相关的资金非法占有，私自转至个人的公司。警方立案侦查后先将蓝士力拘留了，后来又改为监视居住。在此期间呢，蓝士力使用假身份，由香港经过越南、柬埔寨万里大逃亡，跑到了新加坡。他也因此成为了全球红色通缉人员和公安部猎狐行动的追逃对象。在逃亡期间，蓝士力坚信自己是无罪的。他后来曾经回忆起逃亡的原因一是担心自己的安全，另外一方面是来自身边家人和朋友的不信任。蓝士力的逃脱和用假护照入境新加坡这个事儿让人震惊，同时呢，也导致暹罗航空大规模停航，800多名旅客滞留泰国。随后泰国东航起诉蓝士力，指控他非法转移公司资金。广州白云机场也将暹罗航空告上法庭，因其多次拖欠航空服务费，一时间是乱作一锅粥。2019年11月9日，蓝士力从新加坡被国际刑警逮捕押送回国，就是咱们视频开头那个情形他被广州市检察院指控的涉案金额呢是1.83个亿。2021年12月20日，广州市中院对已经被羁押了2年多的蓝士力做一审判决。中国法律对诈骗罪的量刑标准是50万以上就是数额特别巨大，起步量刑就是10年以上。蓝士力自己都认定，如果这个诈骗罪名成立，他肯定是无期。在判决书下来之前呢，等待蓝士力的是2个极端，要么无罪，要么无期。而走向哪个极端，完全不在他的掌控之下。那天他走在去开庭的路上，迈出一步，心里想，应该是无罪；再迈一步，完了，可能还是无期。就这么听从着命运的安排。然而蓝士力大开大合的戏剧人生，在此刻走向真正意义的戏演。广州市中院认定蓝士力合同诈骗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罪名不成立，无罪释放。为什么最终能够被判无罪蓝士力的辩护律师做出了解释，说蓝士力转移股权是基于经营的需要，跟诈骗没有关系。这个案件的实质是李氏兄弟在与蓝士力争夺公司的控制权。事到如今这个原因既重要也没那么重要了。2022年1月，重获自由的蓝士力站在黄鹤楼下，发布了他的第一条抖音作品。黄鹤一去不复返，此地还有蓝士力，武汉，我回来了。2023年10月24日，蓝士力拿到了广州市检察院作出的刑事赔偿决定书。第二天下午就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告诉媒体他被刑事羁押902天后，终于恢复了自由，并获得了59万人民币的国家赔偿金。刑事判决书上面明确对广州市人民检察院的公诉书、公诉意见，对所谓的被害人的意见都进行了确定，认定他们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对本人和律师的辩护意见全部予以了确认，所以最终宣布本人无罪。几经沉浮的蓝士力如今已经变成了一个60岁的老年人，但是依旧能折腾。他把眼光又投向了汽水行业。蓝士力说自己已经不想做房地产和航空那样的大生意了，只想卖卖汽水，做小生意，赚钱赚得踏实点。蓝士力卖汽水的灵感来源于他在新加坡逃亡的那几年，研究了食品饮料的利润、销量等情况，做了3年，基本上了解了这个行业。
他认为饮料具有高复购的特性，只要模式搭好了，不但不烧钱，还是一个很赚钱的行业。提起汽水就像是能打开每个人童年的时光机。小时候路过杂货铺，拿着零钱买一瓶玻璃汽水，拧开瓶盖那一瞬间，幸福感简直爆棚啊！我呢是西安人，从小就爱喝冰峰。北京人的童年肯定离不开北冰洋，东北的老铁们一定爱喝大白梨和八王寺。沙士汽水是名副其实的老广快乐水。重庆人小时候喝到的第一瓶可乐是有着淡淡中草药味道的天府可乐。内蒙古的国民饮料大窑也冲出了江湖，火遍了每一个烧烤店。而武汉的朋友们一定被菠萝味的二厂汽水塑造过味蕾。武汉的这个二厂汽水是个老字号了。早在1921年，长居武汉的英国人科塞恩就在汉口创立了合力汽水厂。抗日战争爆发后，科塞恩返回英国，合力汽水厂呢就由汉口的商人刘耀堂接手，成功试制了维他可乐，畅销华中地区。新中国成立后合力汽水厂被收归国有，改成国营武汉饮料二厂。这二厂汽水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是风靡一时。可惜好景不长，到了1990年，武汉饮料二厂被可口可乐并购，并在10年后宣告破产。随着这几年国货的兴起呢，这老字号又重新成为大家的心头好。2020年，武汉二厂饮料有限公司成立。2022年5月，兰士利将其收购，开始了汽水上市之路。接手武汉二厂之后呢，兰士利直接对标可口可乐。他在自己的视频账号直播当天，武汉二厂的销售额竟然真的超过了可口可乐。随后兰士利经典的低价策略又来了。他说消费者10块钱一瓶买到的产品，出厂价只需3块钱。我认为这是极大的不合理，所以要改写这一规则，把汽水价格彻底打下来。于是呢，他先是推出了3块8的汽水，又在京东上出了9块93瓶的链接，最后干脆推出了1块9毛9的易拉罐汽水，刷新了饮料行业的低价。大家注意一下兰士利的这个武汉二厂汽水呢，和汉口二厂汽水是两码事儿。汉口二厂比兰士利率先复兴二厂汽水，但是价格可不便宜，每瓶8块钱左右。不过有趣的是呢，双方谁都没能拥有这个二厂汽水的商标。2023年10月19日，兰士利高调宣布，拥有100年历史的武汉二厂汽水通过并购方式成功登陆香港资本市场，并成为了国产汽水第一股。其实在武汉二厂之前，兰士利就悄无声息地拥有了一家上市公司。2022年6月5日，兰士利在朋友圈发了一段视频，配文“东兴回来了”。与此同时，他宣布我们的无人便利店项目正式向公众开放，首批计划投入1万台机器。这就是他的秀生活无人便利店。扫个码开门，然后你随便取东西，它就自动扣费。这是第5代的售货机。3个月后，港股上市公司天彩控股宣布以1.94亿港元的价格收购武汉秀生活51%的股权。在2022年11月，这笔交易最终尘埃落定，武汉秀生活登陆港股。除了汽水和无人便利店这2个业务之外兰士利还在深圳开了宅家欢生活便利店，打造了东兴生活 APP。2023年6月5日，兰士利在武汉长江荣耀号游船上举办了中国东兴集团有限公司成立32周年的庆典。兰总心情大好，现场引吭高歌，声音里全是感情，毫无技巧。我相信一切的一切只会让我更加坚强。热干面乐队演唱了这首歌的不跑调版本，歌名叫《我回来了》。我相信一切的一切只会让我更加坚强。调皮的网友说下次再唱一首歌叫《他进去了》。不过兰士利本人并没有生气，还回复了网友2个赞。2023年东方甄选爆发了那个小作文事件，主播董宇辉的小作文到底是由谁撰写的，引发了风波，导致粉丝流失，股票暴跌。这事儿呢，本来跟兰士利也没什么关系，可是由于不甘寂寞，时刻都要有存在感这个特性呢，兰士利就评论董宇辉的行为就是现代版的挟天子以令诸侯而俞敏洪面对功高盖主、处处要挟老板的董宇辉，却选择了妥协，打烂了一手好牌。还说董宇辉被开除100次也不为过，他的粉丝不值钱。
如果只是因为居功自傲，只是贡献就可以耍态度、耍脾气，我们不要说董宇辉有多高的价值，如果在我这里，他更换个人签名，更换这个留言，回到老家，就凭这一条，开学100次都够了。那怎么能容忍这样的人出现呢？你就是再大的功臣，都应该格杀无论。这个言论一出啊，就激起了千层浪。不少人质疑蓝士力是在蹭热度、博眼球，董宇辉的粉丝更是口诛笔伐，在网络上声讨蓝士力。总是口出狂言的狂人蓝士力，直到现在还有一张口就能上热搜的本领，这都是他的性格使然。有媒体这么评价他，说想象力超越了制度现实和自己的资金能力，赌性很强，但愿赌却不服输，甚至不惜破坏诚信的商业规则。蓝士力则说，如果人生可以重来，我还会沿着原路再走一次。他曾经在书中写道，我时而在天堂，时而在地狱，有时候连我自己也难以分清到底是在梦中还是在现实中。他曾经看着武汉光谷广场 CBD 大厦上自己的中国东兴那个标志被拆下来，换成了荣众国际，这几乎成了他此生之痛。被判无罪后的蓝士力跑到武汉光谷广场，指着曾经的东兴大厦豪气万丈的录了个 vlog。现在的名称叫光谷国际广场，目前也是武汉市标志性建筑，现在被人非法侵占，迟早会属于我的。去年冬天啊，蓝士力跟着记者行走在武汉的街头，当地有不少人认出了他。蓝士力站在黄鹤楼前，想起他18年前第一次登黄鹤楼的样子。那个时候的他呀，刚刚创立东兴航空，与波音公司的 CEO 一起登上了这座武汉最负盛名的古迹。彼时的蓝士力春风得意，踌躇满志，准备大展身手。时过境迁，他的商业帝国几次轰然倒塌，如今又东山再起。在蓝士力的抖音置顶视频中啊，他站在黄鹤楼前，穿着一件跟汽水一个颜色的 polo 衫，挺着有些发福的肚腩，手里头拿着他的汽水，配合着时髦的 BGM， 慷慨激昂地说，这绝不是一瓶一般的汽水，在这瓶汽水中融入了我蓝士力一辈子的百味人生。在这瓶汽水中融入了我蓝士力一辈子的百味人生。当你遭受困难的时候，请喝一口他赏汽水，你会发现你所遭遇的困难与蓝士力所经历的一切比起来，都不是事。